我去，原来高级和牛店的和牛还真不一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最近我也是看了很多高级料理店的视频，那个具体是哪个美女我就不说了，就是你们说吧。和牛这个东西也算是日本的标志性产物之一了，其中松阪和牛就是里面非常高级的一种。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松阪市吃这个呢？今天也要继续努力折腾自己的。我们这一次在网上找的这家店是在松阪市唯一有元祖称号的一家店，因为日本的广告法很严格嘛，就如果这家店敢在招牌下面写元祖2个字的话，那证明这家店肯定还是有点东西的。从进门到现在一直有个和服阿姨跟着我们，简单的看了一下菜单，有点发抖，但是为了假装不是第一次来，我还是非常娴熟的点了2个套餐，开始上我们的第一个前菜了。这薄的跟我2次元的女朋友一样，这个肉确实是巨嫩，就是有点不太好夹起来。第2个小前菜是茶煮和牛，就真的只是用茶煮的牛肉，不过确实还是挺清香的，这个还真有点好吃，就是吃茶的那个清香和脂肪中和之后的味道。接下来还是前菜，怎么那么多前菜啊？每一个都很精致啊！这是金箔吗？下面那个是和牛做的牛肉末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一道主菜了。阿姨先是铺好炭火，然后从外面端来了今天我们点了2块顶级松阪和牛，全程也不用我们自己烤，什么酱料配菜都是阿姨全部帮你弄好。毕竟这么好的食材还是不能被我糟蹋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哈，可能是它那个酱汁的原因，烤出来的烟味巨香。中途还会用洋葱给牛肉补料，非常讲究啊。到碗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和牛的汁水非常好的全锁在里面，一口咬下去可以爆汁儿的那种。然后就是各种的蔬菜，当然一片牛肉肯定是吃不饱，我们就加了一个寿喜锅和1碗和牛盖饭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寿喜锅原来是这样做的，面粉之后加酱料再和牛肉一块儿，我都已经闻到香味了。先把我们的蘸料弄好，虽然就只有这一片牛肉，一个套餐也就这一片，不过用生鸡蛋蘸着它吃是真的很爽，肥瘦均匀。我就想问锅里还有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先生，加1万块呢。不愧是本格寿喜烧，价格也很本格呢。还好吃完之后还会有蔬菜，哇，又是一锅满满的多巴胺。不过最后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碳水。我又不是艺人，我减什么肥呢？隆重向大家介绍我的好朋友，和牛盖饭，上面铺满了厚蛋烧还有牛肉粒。你们看这个牛肉，就着刚才的蔬菜一块儿吃。真的绝子。最后的甜点是一道现烤的年糕，这个真没啥特点。然后还有一个亲生运过来的哈密瓜，哇，这一顿吃下来其实还是一个大满足的动作。虽然一直有个阿姨在这儿，但是阿姨人还是很好的哈。整个体验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给10分，特别好吃，卡哇耶儿。这家的鳗鱼饭也算是了了我一个心愿。我发现这种店能开几百年还是有它的道理的，因为我来日本之后还没有去吃过比较老字号的鳗鱼店，所以今天就来探一家年份比较久远的专门店。进门看到几个老阿姨，我就对这家店的口味很放心了。店里就是那种统一的100年老店装修风格，菜单都是手写的白纸黑字，基本上等于没有。讲了半天，点了一杯爷爷泡的茶和一份极上重的鳗鱼盖饭，极上重就指的是鳗鱼最多的那个版本，吃起来特别过瘾。套餐里面还带了一个鳗鱼厚蛋烧，我一直很喜欢吃这个，特别是鳗鱼的味道进到那个蛋里面之后，太绝了。然后这家鳗鱼饭有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炭火香味特别浓，可能这就是济州备长炭的好处。师傅把表皮烤得特别的脆，但是鳗鱼的肉又是紧紧连在一块儿的，秘制的照烧酱和炭火香气合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就很想感叹鳗鱼饭果然是日本最伟大的发明之一。然后除了这种鳗鱼盖饭，还有一种就是普通的鳗鱼烧，这种套餐里面一般都包含了几种不同的吃法，泡着吃、烤着吃和秋葵一块儿吃，都是不同的感觉。不过男生点一个上重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，极上还是有点低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哇耶儿！哇塞，在日本还能有比这个更少女的地方了吗？今天终于被姐妹拉来三丽鸥乐园了，这个女孩来了就会把持不住的地方。我们坐到小田急多摩中心这个站出来，你就会发现这个站已经被攻陷了，从头到尾都是各种三丽鸥。它是一个室内的大型游乐场，所以你基本可以不用考虑天气原因。感觉检票的小姐姐都要比迪士尼的热情一点呢。现在我们在的是外场的大厅 ，Hello Kitty 的王座果然是焊死了，不过明显玉桂狗更可爱啊。这就是里面的内场，这不比迪士尼更梦幻，但是各有各的好哈。这里除了各种的演出以外，最多的应该就是他们家各种各样的餐厅了。看菜单就知道多可爱了。我们3个人点了4个套餐，这个玉桂狗咖喱是真的好吃，颜色太奇怪的就不用点了。还有这个蛋黄哥的牛肉饭巨好吃，这里就连吸管都是满满的少女感。然后套餐里面送的杯子也是可以带走的，填饱了肚子就可以开始探秘了。听说4楼有个幸福钟，据说敲了它你就会。耳聋，你们别敲这个了。不过这里真的很适合带着姐妹过来玩，特别是这个三丽鸥小车车，真的，你一进入它那个隧道，你就能听到里面全是女孩子的尖叫。所以基本上就是，如果你逛累了，就可以来试试这种坐着玩的项目。休息好了之后，就可以去它那个负1楼的剁手乐园。劝你们捂好姐妹的钱包，粉丝在这是真的会失控，因为有很多的限定款只有这儿才有。反正就是保护好友军。所以你们会带姐妹来这儿吗？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哇耶儿。为了寻找这个传说中最古老的温泉，我们也是拼了老命，花了我们整整1周的时间。当然，为了定位这个地方，并且考证它是不是真的是日本最古老的温泉，我们翻阅了很多资料，也做了一些研究，还问了一些当地的温泉专家。最后我们发现它在一个日本叫做白滨的地方，非常的开心。二话不说，跋山涉水，涉水跋山，总算是到了这个地方，就在那片礁石背后。这个温泉叫旗之汤，现在是一个私人温泉，虽然对外开放，但是严禁拍摄。不过还好，在我们金钱势力的诱惑下，老板还是答应让我们包了半个小时的场。这里人均只要30块钱，外边看起来非常简陋，就连我脱衣服的地方都可以直接从外边看到，但是一走过这个帘子，
配乐给我换回来。好的，这是一个跟海零距离的温泉池，你们敢信？而且还是比较少见的源泉挂流，因为泉眼在沿海，再加上时不时会有海浪打上来，所以整个池子的盐分是很高的。高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你泡完之后身上会有一层盐巴盔甲，超咸，整个人会瞬间觉得很爽。我知道这个时候你们肯定又想问了，这个池子是不是混浴啊？很残念，并不是。女生的池子被一块板子隔开，男生的池子里面还写了禁止翻越啊，禁止翻越，越靠近海边的水温越低，所以下去之前记得用温泉浇一下自己，但是最好不要太靠近源泉，那个地方温度很高。如果还觉得热，就可以用这种搅水棍自己搅一下就好了。真的很难想象这个温泉才30块。我发现日本真正好玩的地方都是不花钱的。你们觉得这个温泉可以给多少分？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太牛逼了！卡玩意儿，哇塞，我不管，这应该就是日本最可爱的车站了。这里是日本和歌山的贵志站，本来这个站要被废掉的，结果工作人员在废掉之前捡了一只猫，然后因为这只猫不是很怕人，久而久之就受到了当地市民的欢迎。之后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小玉这只猫被任命为这个站的站长，随后直接拉动了当地经济增长了11亿日元，折合下来6600多万人民币啊！果然还是猫奴牛逼，所以现在站肯定是不废了，还专门在车站旁边修了个猫猫咖啡厅，非常灵性。然后我问了一下店员才知道。看来猫站长每天还是很累的，除了舔猫还要照顾当地游客。周3跟周4是2玉站长休息，所以是4代目来代班。其实如果时间掐得准的话，还可以坐上猫猫列车。这辆电车现在已经被改成了猫奴的天堂，车内的装饰和座椅都换成了站长的样子，好治愈。所以啊，永远不要小瞧一只流浪猫的力量。虽然最早的小玉站长已经去了喵星，但是他的波纹仍然被2、3、4代目守护着，所以现在想来这个地方也很方便了。2杯咖啡1000日元，可以坐一下午，美滋滋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哇，广岛的广岛烧果然正宗。这2天不是为了兔子岛来了广岛吗？那肯定要来品尝一下广岛最出名的广岛帅哥个大头，那必须是到处都在模仿但怎么都做不好的广岛烧。搜了一下，大概在广岛车站的附近有这么一家店，它里面的特色菜就叫电光石火啊，非常骚。有没有觉得这个广岛小哥长得很像宋仲基啊？下岗再就业。说到这个广岛烧的做法呀，其实还有点复杂。它最先是一层鸡蛋饼加一堆包菜，再加一大份拉面，最后上面放鸡蛋和肉，然后再铺上一层面饼，然后我们还在里面加了别的杂七杂八的东西，所以最后变得就跟包子一样。但不得不说这个味道是真的好，毕竟一口下去7、8种不同的食材，味道特别的丰富，建议多加一点海鲜。吃完广岛烧我们还加了一点别的菜，炸鱿鱼和铁板千叶豆腐就不用说了，这个血子鱼也是广岛的特产，铁板之后再用炭火烤，贼香。最后还追加了一份铁板山地鸡，瞬间觉得广岛人民都好幸福啊！这个鸡腿肉特别劲道，你们看到里面的油水没有？这样一顿2个人才300多块，阿基推荐指数8.5分。今天我们继续玩野的千人混浴，日本果然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，我最近好像是混浴混上头了，听到这个名字我就快不行了。这个地方在伊豆的下田市，是一个海边的温泉旅馆。这个温泉非常的大，一共可以容纳下500对情侣，池子也有很多个，而且都是混浴池。办理完入住我们就拖吧，这里都是很和风的感觉，虽然都是木质结构，但是都很干净。大池子里面还有几对夫妇，旁边是一个中等大小的露天温泉，源泉就是通过这根主管流下来的，白天泡温度真的刚刚好。对了，这家温泉现在只有一个老奶奶在管理，买完票之后就没人管了，大家全靠自觉。然后泡完之后也不要忘了护肤，在你享受温泉的时候，老奶奶就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。我必须得说一句，这种海边的和食料理就是好吃，这是我泡了这么多温泉以来是我最喜欢的一顿了，而且第2天的早饭也是海鲜，这样下来一整天才几百块，这样的海边旅馆我真的太爱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我去，我又上日本电视台了。这一次不仅上了 NHK， 还来了很多地方电视台的记者。这好像是我人生第一次被这么多话筒架在那儿。要说什么体验的话，那就是尴尬。这一次为什么那么多记者采访我们？是因为日本最近樱花不是开到最好的时候了吗？我和诺诺就被 JR 邀请去了西日本。那既然是赏樱，不如整一套和服。这种日本老奶奶经营的和服店一般都很正宗，男生穿起来非常快啊，女生的话就很慢。2个工作人员给你穿到穿1个小时。一般来的时候就是先选衣服和腰带，然后就是换袜子，再底3层外3层才能把你裹起来。中途老奶奶还端来了抹茶。像这种比较老字号的和服店呀，一般最后还会给你准备一盘点心，周围一般还会有很多的景点啊，拍了美美的照之后，还可以到处打卡一些好玩的地方，反正在关门之前换回来就行了。体验完了之后，我们也以游客的身份跟全国的观众分享了自己的感受。哇，我是真的希望明年樱花季可以在日本见到小伙伴们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